盘点8款小猪佩奇零食。我猜你妈肯定不给你买。佩奇的奶瓶，小猪猪难道就是吃这个奶瓶长大的吗？奶嘴上阿尔兹杯山糖果有3种口味，草莓、蓝莓和葡萄味。奶瓶好像还装了东西，难道是小猪猪的奶粉吗？原来是跳跳糖。这么大的一个奶瓶就塞这么一小包跳跳糖，把跳跳糖倒到奶瓶里面，然后装上奶嘴摇一摇。你别说，奶嘴上沾一点跳跳糖，吃起来还真的很过瘾呢。佩奇仙女棒棒糖，买了2种口味的棒棒糖，一个是牛奶棒棒糖，另外一个是山楂棒棒糖。先来试试牛奶棒，果然小猪佩奇就是一股很浓的奶香味，甜到齁嗓子。再试一下山楂棒，口感像山楂麦芽糖，酸甜酸甜的。老板说给200个月大的宝宝吃刚刚好合适。佩奇益生菌，看这包装就能猜出里面应该是草莓味的，摇一摇，估摸着应该有108片吧，拆出来数一下，居然只有96片。所以你数这玩意干啥？你别说，这一罐花了本仙女48大毛，折合算一下，一片只要0.5分钱，吃着都感觉不到心疼。老板还送了5包奶糖，让我一定要给他1颗星好评。这奶糖比益生菌糖片好吃多了，还是高钙配方，吃多了一定会长高高的吧。小猪佩奇的 AD 钙一直都很好奇， AD 钙真的能补钙吗？喝多了也没见我长个呀。感觉这款 AD 钙味道很稀，没有浓郁的感觉，缺点意思。不知道把这瓶子换成佩奇的奶瓶会不会更妙呢？卧槽，怎么还漏奶了？佩奇一滋棒，这回买的零食里唯一一个可以玩的零食，把里面的卡片摇到凹槽里面，掰动开关发射。你别说，还挺好玩的，带去学校在倒霉同桌面前秀一把挺不错的。一滋棒的味道很特别，像酸奶做成了果冻的感觉，挺好吃的。小猪佩奇 QQ 糖，小时候没钱买 QQ 糖吃，长大了就可以用我爸的私房钱偷偷买了100包回来，好多种水果混合口味，可以把它当饭吃了。不过这款 QQ 糖怎么这么硬？一定不是小时候的配方吧？佩奇曲奇饼，买了1盒佩奇曲奇饼，没想到居然有这么多包，牛奶味和蔓越莓味。先全尝一下牛奶味的，味道好怪啊，怪好吃的。蔓越莓的量有点少，尝不出有什么特别。作为一款饼干，它最大的优点就是和普通饼干没有太大区别。盘点6款超有趣的扑克牌。我猜你肯定没玩过。羊了个羊扑克牌，想不到吧？羊了个羊也出扑克牌了。这种卡牌会比手机版的更好玩吗？还配备了5种道具：洗牌、移除、撤回、复活，甚至还有万能卡，它可以替代任意一张牌，感觉就很有趣呀。小心翼翼地洗个牌，开启赌王附体模式，卡牌已经摆好了，看到了3个毛线球，直接消。接下来是冬天里的3把火，再消，有趣有趣。除了可以玩单人卡牌，还可以找你的兔朋虎友一起玩多人卡牌。这玩意买一个回来，全家的小朋友过年都不想要压岁钱了吧？成语接龙扑克牌，老板说这扑克牌很适合40岁到80岁的小朋友玩呀。每个成语上面不仅标示了拼音，还附加了一段成语解义，不仅好玩还能学习。找几个倒霉同桌一起搓几把，感觉自己小时候学废掉的知识又增加了呢。连词成句扑克牌，上小学的时候要是拥有这款扑克牌，也不至于语文作文憋不出来了。200多张卡牌，词汇都不一样，玩法和语文作业里用一个词语造句差不多。昨天我看到爸爸和漂亮阿姨在商场玩游戏。
魔法汉字扑克牌，老板说一般人不敢轻易玩这个扑克牌，每张扑克牌上面都有一个字，如果上面有2个箭头，则代表它既可以组成偏旁，也可以组成部首；如果只有1个箭头，那就代表它只能组成偏旁或者部首。规则虽然简单，却很考验你的汉字储存量。小学语文是体育老师教出来的，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。巨无霸扑克牌，和小伙伴聚会斗地主，怎么能少了这个巨无霸扑克牌？一张就有 A4 纸那么大，这样的牌抓在手里都感觉霸气十足。王炸4个2，4个尖，1个4，这么好的牌想不赢都难。迷你扑克牌，想不到吧？还有这么迷你的扑克牌，可以当钥匙扣使用，随身携带也太方便了，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玩耍，简直就是居家必备、出门旅行打发时间的神器呀！盘点6款有趣的算术玩具。我猜你肯定没用过。魔法数数棒。小时候算数用手指头数不过来，脚趾头都扣出35听来了。现在小娃娃可就幸福了，5颜6色的数数棒不仅可以用来算数，还可以组成各种形状图案。上课手痒了，还可以和同桌偷偷玩挑木棍游戏。不管孩子学没学会算术，反正图个心理安慰是没什么问题的。实数分成器，这个长得像尺子一样的玩意儿，却是算术高手。卖家说10以内的加减运算都能轻松解决，做1到9的分解组合来试一下，果然没有任何的压力了。这样的玩意多使用几次以后，你就会和我一样成功的失去动脑能力了。数学珠算架，这个珠算架和算盘长得有点相似，小时候学的珠算法是忘得一干二净了，现在拿着算盘只能勉强弹奏一曲肖邦了。虽然这个珠算架不能和算盘一样计算大数据，但是简单的从1数到100还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有了这玩意，家里的孩子一天到晚都不哭不闹了。小青蛙天平算术工具，现在的娃娃学算术都实体化了。以前那会算术只知道死记硬背，现在就不一样了。右边放入7只癞蛤蟆，左边再放入1个7，天平就平衡了。又或者把7替换成3+4、2+5、1+6，不仅学会了算术组合，对数字的概念也更加深刻了。原本1秒可以完成的作业，愣是用了2小时。算术启蒙神器，现在的商家真是替孩子的学习操碎了心，不仅有各种算术工具，连算术板都给你准备了，还是磁吸的，可以重复使用，一边学数学还能一边当玩具玩。难怪当爹的每天下班回家还得花3个小时陪孩子学习，这玩意小孩没玩它个50年，他能玩过瘾吗？带屏幕的学习机，小时候要是能有这玩意，高3毕业我就直接进清华大学了。幼儿教育到大学的学习内容都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的，学习唱歌什么的都是小 case， 最重要的是它还可以放松学习压力。哎，怎么黑屏了？这老六咋还需要开会员呢？长得像笔又不是笔的文具，听说学霸都在偷偷用。第一个720度无死角，长得和笔一模一样的选手，就连笔芯都带着各种颜色的墨水，按压一下露出来的猪头和圆珠笔的没什么差别，还可以正常的书写字体。那你说它不是笔又是什么呢？其实它是点点胶，按压一下就会出胶。拿2张5颜6色的纸张测试一下它的粘胶能力，还是非常牢固的，完全扯不开了。笔形设计让它在面对异形物体的时候使用起来更方便，如果不小心涂错了，还可以直接用手搓掉。Nice。绿茶去字笔，这年头连绿茶都开始做家务了。笔形设计的去字笔还是免洗型的，看看这介绍，酱油、番茄酱、饮料、红酒一擦就干净了。这么优秀的刷碗工具，最适合我妈妈使用了。先找一块想自愿变脏的小盘子，然后不小心把盘子给弄脏了，再小心翼翼地把盘子刷干净。Hello
好像不是很干净啊。我们看看这里的注意事项，如有需要，可重复使用，直到污渍去除。让我们再试一遍，绣一把百年不衰的草书。算了，还是用姥姥干妈把盘子擦干净吧。你家的盘子是不用水洗的吗？乍一看还真是干净又卫生咩。等等，你这期做的不是笔形文具吗？这玩意怎么能算是文具呢？能去字的怎么不算文具了呢？比如，我们可以拿它当修正液使用，这字迹真是擦除的干净又卫生啊。圆规笔，将圆规、尺子和铅笔捆绑在一起，就变成了这把圆规笔。尺子拆下来后，里面还夹带着一个迷你橡皮，非常的可爱。铅笔往上一推就可以画圆了，想画多大就画多大。往下轻轻一拉，铅笔还可以独立出来写字，组合起来非常小巧，一点都不占空间。